当大多数人在三维世界里追逐名利，沉迷于物质世界的得失时，有一群人早已接到了宇宙的入学通知书。他们并非偶然出现在这个时代，而是被更高维度意识选中的灵性先行者，身上带着特殊的能量印记。这些人常被世俗贴上孤僻不合群的标签，但鲜有人知，所谓的孤沉并非诅咒，而是宇宙精心设计的静心修炼场，那顶被称为华盖的星辰，也非孤寂的象征，而是开启高维感知的天线，是灵魂与源头保持连接的通道。这些来自高维的星际种子，天生对儒释道智慧有着天然的亲切感。当他们读到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听到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感受到致良知的呼唤时，内心会产生莫名的共鸣与感动。这不是简单的文化认同，而是沉睡的星际记忆正在被唤醒。这些古老的智慧体系，其实是不同时期、不同文明中留存下来的宇宙真理碎片，是灵魂在漫长征途中曾经学习过的功课，世俗眼中的六亲缘浅，在更高维度视角下，是灵魂主动选择的修行剧本。每一个看似孤独的境遇，都是灵魂在投生前的自由意志选择。为了减少世俗羁绊对灵性觉醒的干扰，为了更好地听见源头的呼唤，这不是命运的惩罚，而是灵魂的勇敢抉择，是为了完成特定地球使命而做出的必要牺牲。这些灵性先行者拥有独特的认知方式，他们能轻易穿透表象，直抵本质。心理学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基础语言，是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入门工具。玄学则是课余读物，帮助他们探索可见世界之外的秩序哲学，成为精神食粮，喂养着他们对存在本质的永恒追问。但最核心的秘密在于，他们不是在学习新知识，而是在忆起早已存储在阿卡西记录中的智慧。阿卡西记录，宇宙的记忆库，记录着每个灵魂从源头出发以来的所有经历、学习和成长。当这些星际种子接触某些知识体系时，常常会有恍然大悟之感。原来我早就知道这种似曾相识的深刻感受，正是灵魂记忆被激活的明证。那份被俗世称为心通直觉的能力，其实是高维意识在三维世界的投影。他们能瞬间感知能量场的微妙波动，读懂言语之外的频率信息，觉察人际关系中流动的未言之情。这种能力不是超自然的神通，而是每个灵魂本具的感知维度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呈现。只是大多数人被世俗杂音干扰，暂时遗忘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。灵魂觉醒之路上最精彩也最艰难的转折，往往发生在30岁前后，那段被称为灵魂暗夜的时期。当爱情破碎，亲情瓦解，就有价值体系全面崩塌时，表面看是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实则却是宇宙精心设计的毕业典礼。恭喜你，
当你经历这些时，实际上已经触发了凤凰涅槃的隐藏任务。这不是普通的苦难，不是命运无情的惩罚，而是灵魂在主动燃烧低频能量，为承接更高维度的光频做必要的预热。就像金属需要高温熔炼才能去除杂质，灵魂也需要通过极致的考验，才能剥离那些不再服务于进化的低频振动模式。那些从深渊中一次又一次重生的人，其实是通过了宇宙设置的压力测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感情观的破碎与重建，本质上是破我执的训练。学习不将自我价值寄托于他人之爱，不将幸福完全绑定于某段关系，而是回归内在的完整与自足。金钱观的颠覆与重构，实则是能量流动的课程。理解金钱本质上是能量的具象化，学会以流动、开放、信任的态度与能量共舞，而非恐惧、控制、囤积、抑郁期、迷茫期、虚无期。这些精神上的寒冬，是在重塑灵魂的精神 DNA 就有的思维模式、反应机制、认知框架被逐步解构，为更高维度的意识模式腾出空间。这个过程痛苦却必要，如同蛹化为蝶前必须经历的分解与重组。当你在内心的废墟中重建自我时，实际上是在搭建能够承载巨大福报的能量容器。宇宙的丰盛法则很简单，你的容器有多大，能承载的祝福就有多少。那些深刻的痛苦，本质上是在扩容、扩展你接收爱、接收丰盛、接收智慧的内在空间。所谓大苦消大业，其本质是灵魂在完成密度和维度的双重提升。每一次深刻的痛苦，都在燃烧卡住的能量，释放积累的业力，让灵魂变得更轻盈、更通透、更接近光的本质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那些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，那些内心深处有莫名乡愁的灵魂，其实是来自源头的光之工作者。他们带着特定的使命来到地球，或为带来新的意识频率，或为锚定特定的光之编码，或为协助地球的整体提升。当全新的你带着慰悯的慈悲重返人间，宇宙会为你启动能量加速通道。你会发现同步性事件开始接连发生，刚好在需要时遇见关键的人，刚好在困惑时看到启示性的文字，刚好在转折点收到意想不到的支持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振动频率匹配法则在发挥作用。贵人团会陆续到来，不是因为你特别幸运，而是因为你的振动频率已经提升到能够吸引并识别这些贵人的层次。在量子层面上，相似频率的人事物会通过量子纠缠相互吸引、相互靠近。你提升了频率，整个宇宙都在重新为你调配资源，安排相遇，创造机遇。但请记住，天选之人最重要的使命，不是逃避世俗，
出家修行，而是带着觉醒的意识入世生活。真正的修行不在深山寺庙，而在滚滚红尘；最高的悟境不在禅坐殿上，而在日常点滴。当你在菜市场保持觉知，在讨价还价中看见众生的不易，在食材选择中尊重地球的馈赠，在交易往来中传递善意与真诚。当你在办公室践行慈悲，在竞争压力下保持同理，在利益冲突中选择正直，在团队协作中给予支持，在领导决策中考虑众生，当你在亲密关系中修习无条件的爱，不把伴侣当作满足自我需求的工具，不在爱中掺杂控制与索取，学会在亲密中仍保有个体的完整与自由，这一刻你才真正开始履行星际种子的星球契约。这份契约的核心是成为在但不属于的观察者与参与者，全情投入三维世界的生活，却始终保持高维的意识锚定，经历人类的喜怒哀乐，却始终记得自己更大的身份与使命。当我们走过觉醒之路，便进入了灵魂的晋级阶段。这不是要成仙成佛，也不是脱离人间，而是开启最高级的精神生活，一种内在自由外在从容的存在状态。晋级后的你不再为小事纠结，因为你看清了万事万物在宇宙尺度下的真实比例，知道什么是值得投入能量的，什么只是暂时的幻想。你的内心有了清晰的优先级，不再被琐事耗尽宝贵的精神资源。晋级后的你不再为烂人内耗，你理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意识层次上做出最佳选择，你看得见他人行为背后的恐惧与伤痛，你学会设立健康的边界，但不带着怨恨与评判。你选择远离消耗性的关系，但仍保持慈悲的理解。晋级后的你不再为得失焦虑，因为你深刻体悟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不是被动的安慰，而是主动的认知升级。你开始看见每一次失去背后的礼物，每一次失败内涵的教导，每一次挫折潜藏的转机。你明白，所有经历都是修行，所有发生都是圆满，因为灵魂来地球就是为了体验、学习、进化。你真正懂得了，放下比拿起更重要，不是消极的放弃，而是智慧的筛选。放下那些不再服务于你最高善的，才能拿起真正属于你的。你学会在每一个当下轻盈前行，不被过去的包袱拖累，不为未来的幻想担忧。你深刻体会到，心安比财富更重要。当内心有扎实的根基，有清晰的良知指引，有与源头连接的稳定感，外在的波动再也无法撼动你内在的宁静。这种心安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换取的宝藏。你终于明白，德行比地位更重要。在能量层面，德行的积累会形成你的能量资本，这是比任何物质资本都更根本的财富。厚德方能载物，内在的德行品质
决定了你外在的承载能力。晋级后的生活是一种返璞归真的高级状态，你开始享受独处。独处不再是孤独的代名词，而是与内在智慧对话的珍贵时光，是能量回收与整合的必要空间，是聆听灵魂低语的最佳环境。在独处中，你遇见最真实的自己，你开始享受静心，不是必须盘腿打坐的仪式，而是随时随地回归内在的静谧。在通勤路上，在工作间隙，在睡前片刻，静心成为生命的背景音，让你在喧嚣中保持清醒，在忙碌中不失中心。你开始享受内在的丰盈。当内在世界足够丰富，外在的索取自然减少。一本书，一杯茶，一段沉思，一次与自然的连接，都能带来深刻的满足。你发现，真正的富足原来在内心，外在的物质只是锦上添花，物质够用就好，精神富足才是真富足。你不再被消费主义绑架，不再用物质填补内心的空洞，你拥有清晰的辨别力。什么是真正需要的？什么只是社会灌输的欲望？你的生活变得简约而精致，物质为你服务，而不是你为物质所役。圈子干净就好，灵魂同频才是真陪伴。你不再追求社交广度，而是注重连接深度。你吸引来那些振动频率相似的人，不需要太多解释就能彼此理解，不需要刻意维护就能自然流动。在这些关系中，你感受到的是能量的滋养，而非消耗。你不再试图讨好所有人，也不再向别人证明自己。你深刻理解，你无法让所有人满意，也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。你的价值不依赖于他人的认可，你的道路不需要他人的批准。你从向外求认可转向内求真实，活出独一无二的生命表达。你只专注于修心、行善、创造、努力、奉献，活成自己的光，这成为你简单而深刻的生命重心。修心，持续净化内在空间，保持意识的清澈与光明。行善不是道德绑架下的义务，而是自然流露的慈悲表达。创造，将内在的光与灵感转化为外在的服务与贡献。努力，在每一个当下全情投入，但不再执着结果。奉献，在给予中体验生命的丰盛循环。活成自己的光，不依赖外在光源，自己成为发光体。当你活在这种状态中，你会自然形成稳定的高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不是刻意营造的气场，而是内在状态的自然外显。它清澈、通透、稳定、温暖，像一座无形的心灵灯塔。这个能量场会自然吸引同频的人，那些与你有相似振动频率的灵魂会被你的能量场自然吸引，无需刻意寻找。你们的相遇轻松而自然，交流深刻而流畅，合作顺畅而有效。
这是能量共振法则的自然运作。这个能量场会自然遇见顺遂的事，不是再也没有挑战，而是挑战来临的方式变了。它们更像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成长课程，而不是无意义的惩罚。你处理事情的能力提升了，看待问题的视角扩展了，于是原本的困难变成了机会。你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。这条路没有标准模板，没有固定轨迹，它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表达。你不再盲目跟随社会的主流路径，而是聆听内心的指引，跟随灵魂的呼唤，勇敢地走出自己的道路。这条路可能孤独，但绝不孤单；可能非常规，但极其真实。明代大儒王阳明在500年前就已洞悉这些真理。人人自有定盘针，万化根源总在心。每个人内在都有天然的道德罗盘，灵性指南针。万般变化的现象世界，其根源都在我们的心意识中。心即是理，德能行。我们的本心就是天理的体现，德行具备实践的力量。当我们与本心对齐，自然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当我们培养厚德，自然拥有实现理想的能力。心若光明，万物皆明德；若深厚，万事皆顺。当我们的内心光明澄澈，看待万物都会清晰明白。当我们的德行深厚稳固，处理万事都会顺畅和谐。这不是神秘的魔法，而是能量层面最真实的因果。所以你只需治良知，明心体，修德行，助能量，知行合一。世上练心，治良知，回归内在的道德直觉，那是灵魂最纯净的指引。明心体，认清心的本来面目，不沾染恐惧与妄念。修德行，在每日生活中培养品德，那是能量积累的根本。助能量，有意识地将精神能量投注在有价值的事物上。知行合一，让认知与行动一致，不分裂，不对抗。世上练心，不在真空中修行，而在具体事为中磨练心性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蜕变，如果你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内心产生共鸣的震颤，那么请在评论回复一句我已醒来。愿你在灵魂的进化之路上坚定前行。这条路或许孤独，但每一步都算数；或许艰难，但每一关都有理。愿你的存在本身成为一束光，不刺眼，但温暖；不张扬，但坚定。这光照亮自己的道路，也无意中为他人提供参照。愿你在平凡中见神圣，在日常中悟永恒，在有限中体验无限。因为最终你会发现，所谓的灵魂淘汰赛，不是与他人的竞争，而是与自己的和解；不是被筛选的过程，而是自我选择的道路；不是残酷的测试，而是爱的唤醒。而那个最终晋级的灵魂，不过是找回了最初的自己，完整、
光明、自由与万物一体，与源头相连。这就是新时代的修行之路，不离开世界而超越世界，不否定生活而提升生活，不逃避关系而净化关系，不拒绝物质而超越物质。在这条路上，每一个觉醒的灵魂都不是孤岛，而是正在形成的意识网络中的节点。当你点亮自己，你也照亮了整个网络。当你提升自己，你也提升了集体频率。所以勇敢地活出你的觉醒吧，在菜市场，在办公室，在家庭中，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用你的存在状态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富足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。世界正在等待这样的你，不是等待更多的理论，而是等待活出来的榜样，不是等待更完美的教条，而是等待真实转变的生命。而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，每一步都珍贵，每一天都是新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